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11日下午的17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继续了一个下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它的下行幅度已经逐渐降低了。这个降低的前提下呢，是因为它在前面行情当中有个低点28723啊，这个位置的影响下呢，本轮的回踩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公布了一个非农数据远低于预期，所以呢它出现了一个回踩。回踩之后在前低附近它是有可能发生反弹的，在这种条件下呢，美股的下跌逐渐的减弱。同时呢，我们今天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同时出现了一个下跌衰弱的情况啊。虽然今天有 0.86% 的下跌，但是它的下跌幅度啊，在接近前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逐渐衰弱的啊。本轮行情道指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第一轮下跌经过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第二轮反弹呢，经过了一个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下跌，并且跌破了整数关口3万点。3万点跌破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整数关口呢是169日均线的整数关口，所以呢，整体的行情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周线下跌之后，我们有个预期，就是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前来看啊，这个反弹趋势仍然没有完成。虽然在前2个交易日出现了下跌，但是它的反弹趋势是没有结束的啊。为什么说没有结束呢？因为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目前八戒阳线组虽然被下跌杀死了，但是悟空阳线仍然存活。这种情况下呢，它的上涨的一个预期，反弹的一个预期依然存在。而我们看的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因为 Tiger 这个软件里面没有4小时级别，我们就看2个小时级别。2小时级别呢，它已经走出了一个上涨西游，但是4小时级别呢没有完整的走出来。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目标位呢是31000点，所以呢它的反弹依然是有机会的。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这轮行情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 VIP 群众朋友，我们私聊的时候啊，说这轮行情走得非常弱势，很多人甚至都不想看比特币的走势了。究其原因是什么问题呢？因为比特币目前来看啊，它做的反弹的时间级别远远不够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当中，它首先做出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接近焦点的时候啊，做了一个双重巴特。双重巴特呢，就是对筹码的一个完整的驱赶。多头和空头在这里面几乎被驱赶殆尽之后，它做了一个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更窄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在这个概念的影响下，它做了第二波反弹。第二波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做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下跌。为什么在这里面做4小时对称性下跌呢？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美国有一个非农的预期，这个非农预期呢远低于正常的我们的理想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美股出现暴跌，带动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下行。但是我们看到啊，它的振幅逐渐收窄，它的结构呢逐渐趋缓，并且在19000美金这里面实现了一个支撑位的作用。所以呢，今天虽然有下跌，但是已经不那么恐慌了，所有的人都感觉行情出现了更多的震荡。但你要知道的是啊，更多的震荡它是酝酿大行情的一个温床。在当前时间节点，我们看到结构上出现了什么变化呢？首先是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啊，它是第一轮的下跌，第一轮下跌的反弹力度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第一轮下跌几乎是达到45%到50%的下跌。这么大的下跌之后，它做了反弹是43%，
第二轮下跌同样回到了19000美金，然后第二轮的反弹是23%，然后第三轮下跌重新回到19000美金附近，它的最大的涨幅呢是12.5%。在这样的涨幅面前呢，我们认为它仅仅是做了一个震荡，它在19000美金附近反复的做出一个底部形态，这个位置呢是不容易跌下去的，容易跌下去，即使是跌下去之后，它也是很容易反弹上来，因为我们在行情当中经常看到这种反复的触底的目的它是什么呢？触底的目的就是诱空行情，反复的在这个位置上磨底。前面行情当中啊，就是我们打到日线级别上啊，看到上一轮在高点位置上呢做出了什么样的工作呢？5月份它建立了新高建立高点之后回踩下来之后，也是同样在同样的位置这大概是在32000美金，在这个位置上反复磨底，最终呢引发了11月份的第二轮比特币的行情，建立了新高69000美金。所以呢，同理可证的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反复的诱空，最后呢会有一段的拉升。我认为会有一段的拉升，在这个位置上，最终它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呢？形成3次波谷3次波谷大概的位置底部18500美金，在这个位置形成3次波谷之后，反弹上来，反弹到我们的一个目标位21500美金。我之前说了，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就是你布局空单的一个最好的位置。我们在行情当中趋势位置控制仓位所以呢，在当前的结构上反弹是有可能发生的。很多人看空，但是我依然坚定反弹是有可能发生的，到达21000美金之上或者是21500美金之上，布局空单开始布局我们的空头仓位。因为目前结构已经非常明显，走势非常明显了。5月份的波峰给出我们的一个基准线，这个基准线就是波峰连线，黄色线画出来了。17605形成之后它的波谷的位置大概是在18500。那么我们横盘的这个波谷的连线连过来了，焦点位置大概是在11月底12月初这个位置那么我们3点焦点位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三角形已经给出来了，所以它的震荡区间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并且是逐渐收窄的。当前是熊市，所以呢，它在底部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诱空感觉。但是比特币始终有它的规律，就是跟随美股。那么我们回到美股，看到了美股前低28715点已经出现了它的反弹之后的回踩逐渐接近这个28715，它会形成一个2次反弹的一个效应。如果这次反弹出现的话，那么也是比特币的一个反弹的机会也是它的一个反弹机会。那么对于比特币的点位、比特币的趋势我在这段时间一直给出来了一直在给出。那么回到我们大家伙关注的以太坊上来我们再看以太坊。以太坊呢，我们首先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儿。这个交易对呢，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悟空阴线证明它的下跌趋势标志性的阴线已经走出来了，悟空阴线走出来了。那么当前连续4周的震荡呢都是妖怪 K 线没有走出明显的趋势。但是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它的下行趋势给出来了。周线级别我们就有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一个我绿色线画出来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下跌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那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上方这个压力线始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作用呢是由高点位置2021年5月份高点位置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整体来说，以太坊对比特币属于一个下跌趋势。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以太坊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当中，我们看到以横带跌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
这个压力线呢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连过来的一个压力。通过压力线之后，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箱体结构的震荡，横盘的震荡。但是呢，我们回到周线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它已经形成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它在这里横盘震荡，止步不前。虽然今天到1280啊，但是它依然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沙僧阴线走完之后，我们认为它会在周线级别走一个唐僧阴线啊。这个唐僧阴线呢，在上方$2000附近的时候我就提到了。为什么提它呢？因为它有一个对称性的涨跌的一个效果。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有走4小时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4小时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逐渐会生发到周线级别下跌。那周线级别的下跌的目标位，我在之前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来了$1100啊，到达这里。到达这个位置形成支撑之后啊，继续下行，以太坊的目标位是$260啊。但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啊，我们看到上方呢是压力重重啊，在日线级别上分别是结构上的压力啊，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结构上的压力在$1450，那么144日均线在$150构成压力，169日均线在$1650附近构成压力，三座大山影响下，所以呢，以太坊目前走势非常弱势。我提到多少次了啊？以太坊是一个目前来看最好的一个做空标的。那么我们场外的朋友啊，就是不是会员群的朋友，他在$1380开始做空啊，目前已经获利非常多了，基本上获利了$100的利润啊，$100的利润。这样的话，他如果5倍杠杆的话，5840%点的利润啊，已经拿到手里了。但是呢，如果新想进场的朋友们啊，建议在这里面做观察仓，因为这个位置上它依然会有一定的反弹的可能性。建立观察仓之后啊，上方$1450开始逐渐的补充空单啊，整体趋势呢依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我们刚才提到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啊，它目前走到沙僧位啊，有唐僧位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弧形的结构啊，目前仅仅是以横带跌，走得非常弱势，走到这个位置，所以呢，下方依然有趋势，有空间，反弹不构成反弹不构成反转啊，这里即使有反弹也不构成反转，行情大的趋势依然是下跌趋势。同时呢，我们刚才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也是处在一个下行趋势当中，并且刚刚走出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呢是周线级别的，所以呢，它的下行趋势、下行空间啊，下行的这个表观能动性啊非常强，所以呢，重点要考虑做以太坊的空单啊，做以太坊的空单。然后呢，我们回到几个我们昨天提到的热点的山寨币啊，之前涨幅、涨速啊波动性非常强的，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做。那么这里呢是我在 VIP 群中给出的一个信号，我昨天提到了 ERN 结构性支撑在$2.9附近，止损在2.65，这是昨天下午1点25给出来的 VIP 群中给出来的。那么我们看一下 ERN 它怎么样的走势啊？其实 ERN 呢，我在昨天公共频道也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但是没有给出点位，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趋势。它是怎样走的呢？我们首先看日线级别啊，日线级别上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突破了169均线，证明它的多头正在发育。上方呢就有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这样的预期。但是呢，日线级别观察完整之后啊，我们看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呢，它出现了也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啊，走到沙僧阳线这里面出现回调。4小时级别上涨之后，出现了2轮4小时级别回调。这2轮4小时级别回调定论了啊最高点波峰和最低点波谷的2个关键点。这2个关键点出现之后啊，2轮4小时级别下跌之后，出现了4小时级别
对等时间级别反弹，到达$4之后，我们看到啊，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是压力位，所以呢，我在$4附近出逃了，离场了，减仓了。减仓之后，我耐心等待它的第二个时间点啊，第二个时间点呢，大概是在$2.7附近。但是呢，它的这个拉升啊，这个低点的建立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是根据经验呢，我认为它大概率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上边线走出来之后，下边线我可以模仿着画一下，模仿画之后，我们认为是在$2.9。那么我们就看到了2点构成一条直线，下边线我们也画出来了，基本上就在$2.9附近啊。当然了，它低点是在2.7，$2.9附近开始入场，入场之后止损位就在前低$2.54附近啊。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二次获利啊，第一次我们是在这个位置进场$4获利，第二次获利已经发生，那么第三个点位就非常容易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我直接发微信群啊，发我的这个 VIP 群啊，我告诉大家伙，昨天下午1点52分跟大家伙说了啊，$2.9附近继续入场啊，我不清楚最低点是在$2.75，这个$2.75神仙也无法知道，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止损，我止损是在$2.6啊，这样的话，今天立即获利。大概的获利幅度呢是在15%以上，所以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在 ERN 的行情当中，一击三吃吃到了它在上涨过程当中骑行整理的这个大部分的利润，并且我们目前处在减仓状态，我们仍然留有底仓。为什么还要留底仓呢？我昨天分析当中给出来了，目前行情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那更改一下，目前行情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峰啊，这个波峰呢大概在$4附近啊，在3.5到$4附近。这样的波峰出现之后，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有可能继续上涨，并且如果这轮继续上涨的话，结合我的书里面 K 线西游战法的理论它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动能，最终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分析了这个上涨上方是有阻力位的，阻力位有，但是弱势，大概是在$5.5附近，这是由前面行情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的，在$5.5形成了压力。但是我们要知道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从哪儿甜的，这个压力距离非常遥远，并且呢，到达这里之后已经是在近焦点位置了，所以呢，这个位置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弱势的，所以呢，我们依然看多能够突破$5.5，甚至呢能够到达$10附近，因为这里面的压力它是弱的，趋势是强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无论是海龟战法、江恩理论呢，任何你可以看到的行情分析的这个书籍里面，都是提到了一个观点趋势，但能够这么细化的把这个结构，把历史上的 K 线对我们现在的影响能够解释的透彻的话只有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我们结合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八卦四象这些东西结合到行情里面，对我们分析判断非常有指导意义因为我们知道 K 线呢，它本身是日本传到美国之后音译错误叫了 K 线，实际呢在日本流传的过程当中，它叫卦线。这个卦字是上面一个4字头，底下一个八卦的卦，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八卦的意思。那么 K 线的根儿它是在八卦所以呢我的这个 K 线西游战法是完全结合了八卦的原理，但是呢为了大家好理解，为了人人都能读懂，我把它叫做 K 线西游战法，并且引用了《西游记》的这几个人物，让它拟人化、动态化、好理解化，让大家能够找到止损位、止盈位你能够用模拟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 K 线呢是数字化的一种观点，很多人都看得很乱啊。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用模拟的、用拟人化的、西游记的这种观点去理解 K 线啊。你真正理解 K 线之后，自然能够在行情当中抓住点位，把握趋势，控制仓位，最终获利。所以呢，我的 VIP 群中就是正在提供这样的服务，同时呢，在大家看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视频里面，我也把我的思维正在导入给大家，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我的这个思维在行情当中多赚大赚。因为毕竟大家伙都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去看我的视频，甚至看了很多书籍，但是呢，最终这些书籍有非常多的观点，非常好的理论但是呢，它落在实际上落在你的手上，你不可能去拿尺去量去搞什么斐波那契这些都是有用，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到所以呢，最直接的就是利用我们的 K 线吸油战法，简单直接有效迅速的抓到点位，把握方向控制心理，做最好的止损，然后最终呢吃最大的肉这也是我讲了1年希望把这些我的真东西带给大家。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